虽是星二代出身，却有一个极其不省心的爹，作品最后但讲运奇差，莫名其妙跟三星长公主传绯闻，辛苦耕耘20载却毁于违禁药品事件。中五路老登学第一趴带您欣赏下韩国实力派演员何正宇老叔的抽象精神世界。何正宇本名金承勋，父亲是知名演员金荣健，就那个每回都能出现在狗血剧上演反派财阀老爹的专业户。虽然是星二代，但是何并没有享受过几年星二代应有的福利。他跟父亲的关系无比尴尬，尤其是在2021年，75岁高龄的金荣健老爷子跟比自己小39岁的女友生了一个小 baby， 这下何正宇尴尬了。43岁一把年纪，再次喜当哥。何老叔的早年时光被父亲祸害的也不是很幸福。97年那年，父母离婚，他自己高考落榜，又恰逢遇上金融危机，母亲做生意破产，父亲也是投资失利，全家上下家当就只剩下一台车。最后，何正宇不得不把这台车卖了2手，替父还债。为了早点赚钱，在艺考进入中央大学表演系之后，何振宇一直忙于参加各种试镜，但是却屡次失败。与此同时，机灵的何老叔开辟了另一条道路——艺考辅导。他大学的时候靠兼职给别的应届生做演技指导，叱咤小韩艺考界。03年演电影配角出道后，何正宇参演了大量小成本文艺片，话题度不高，给人的印象也不深刻。在沉淀了5年之后，30岁的他遇上了让他一炮而红，并且简直是量身定制的韩国小孩童年阴影惊悚犯罪片《追击者》。何老叔在片中演了一个连环变态杀人魔，演技娴熟到像是真干过一样。该片获得了巨大票房成功，也让何正宇斩获10个提名，5个获奖。08年到16年，何正宇是火力全开，参演了22部电影作品，从剧情片、惊悚片、恐怖片到犯罪历史，各类题材手到擒来。无论是单人挑大梁还是当配角，票房全都成功，这在韩国影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成就。何老叔虽然是公认的实力派，但也是奖项遗珠。以上这些电影全都提名了一遍，韩国3大类奖项最佳男主，但是他没有一次获奖。2016年，何正宇卷入了一桩神奇的绯闻，绯闻女主是三星长公主李富真。这个传言简直是没头没尾，因为何正宇除了当演员，业余的时间还是抽象派画家，办过不少画展。最早是在 Kakao Talk 上传出李富真对何正宇的画作很感兴趣，后面逐渐传成了李富真买了何正宇的画，关系亲密。再后来谣言再次升级，成为李富真在演艺圈包养小白脸，婚外情对象是何正宇。当时李大小姐还在和保镖前夫哥因为财产分割问题大战300回合，吓得她通过助理火速辟谣，何正宇怒姑呀，姐连面都没跟他见过，太尴尬了。19年12月，有一对黑客夫妻入侵了何正宇的手机，盗取了包括相册、通讯录、短信在内的所有个人信息，并且勒索何正宇13亿韩元。被黑客勒索隐私曝光，导致人设崩塌，这个事情嘛，有太多中五路老登的前车之鉴了。结果这次成为事件焦点的，竟然是何正宇和黑客抽象的对话内容。这两人你一来我一回的，还怪有礼貌的。黑客说：何正宇熙，抱歉用这种方式联系您，您的手机邮件、短信都是我亲自黑的，我现在急用钱。何正宇回答：我可以不用敬语和你说话吗？黑客说：好的，您说。何正宇：我现在是1年中最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和你讨价还价。黑客：你得想一下，现在是谁更着急？我又不是电影圈的人，我完全无法理解。何正宇回答：所以说我们得慢慢聊嘛。13亿啊，又不是什么狗的名字，我得把手上的梨园、萝卜地都卖了，要不给你，你去卖。PS 刚才骂人了，不好意思。黑客回复：我只是在问你有没有协商的意愿，并不是让你马上转钱。PS 骂人没关系，工作保重身体。我不是背后会捅刀子的人。就这样靠着插科打诨和黑客拉扯，中间又是发表情包又是骂人的，何正宇糊弄了快整整2周，给了警察调查的时间，最后将黑客成功抓获，并且全程没有任何隐私信息泄露。何老叔相比其他同行，在私生活管理上确实有一套。这件事情不仅没让他名声败坏，还又给老叔吸了一波真性情粉丝。结果好口碑没续上几个月，他又在吸食异丙酚这事儿上栽了。异丙酚这个东西又叫牛奶针，正规用途是用于医院治疗或者医美麻醉，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就违反了麻醉药品管理法。
之前韩国一堆名人，什么半岛毒王刘亚仁啊，半岛忍王李在镕啊，都栽在了打牛奶针这事儿上。2020年7月，因为涉嫌异丙酚滥用，何振宇被检方调查。他起诉为自己辩驳，只是去皮肤科治疗自己脸上的坑坑洼洼，要用到麻醉。结果检方发现，何振宇一直借用弟弟的名义去打针，并且他接受治疗的这家医院的院长，之前就是给李在镕等财阀会长注射的前科。事后证据确凿，何振宇被罚款3000万韩元，并且被 KBS 永远列为黑名单污点艺人。插句题外话，李富真在2019年也因为涉嫌滥用异丙酚被调查，和亲哥李在镕还有绯闻对象何振宇还是在同一家医院。据说是一个小护士指认他从16年开始1个月要打2针，但是后面因为证据不足，医院有几年的就诊名单，他就这么不翼而飞了，所以检方后来撤案了。所以说韩国那群传八卦的网友，你们还不如说他们俩是在美容院做脸认识的更有说服力。禁药风波之后，何振宇20年积攒的好口碑被毁于一旦，整个人的心气明显感觉提不上去了。因为何振宇的亲爸金荣健在军队服役期间也因卷入吸食麻药的嫌疑而被调查过，所以韩国网民干脆连带着父子俩一起鞭尸。风波过后，何振宇歇了3年，23年复出之后又拍了很多部戏，并且回归电视剧，但是票房口碑都失败了。虽然现在妄下定论为时过早，但纵观他整个演艺之路，有一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感觉，也是令人唏嘘。既然提到了因违禁药品塌房的中五路男人，那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位这位榜上有名的天才演员，他就是韩国影史上第2位最年轻的青龙影帝，也是斩获百想艺术大赏、电视部门和电影部门优秀演技奖的双料视帝刘亚仁。他跨界影视文学艺术史上，被多位导演评价为最适合这个时代的演技天才。而当大众认为他能在南韩85生第一梯队持续大放异彩之时，他却终究抵不过一时的欲望和邪念而跌落神坛。刘亚仁本名杨洪植，他1986年出生于大邱市的一个4口之家，在清北艺术高中西洋画系就读高1时，于校门口被经纪人发掘，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刘亚仁选择独自前往首尔闯荡。初到首尔时，他住过考试院，也住过公司安排的廉租房。因为退学，他的生活中没有同僚朋友，对于成为演员或者培养演技也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抱着成为艺人赚钱的心态试一试，闯一闯。2003年是他首次以刘亚仁这个艺名出演浓心嚼嚼面的广告，正式进入演艺圈。同年10月，他在 KBS 情景喜剧《玉林成长日记》中崭露头角。刘亚仁在剧中饰演的女主李玉林的男友，一位品学兼优的妈棚男，也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演技自然加人设好，让其从初入娱乐圈的小透明，一下子变成了粉丝后援会标志15万人的新秀。但是让刘亚仁首次在国内广为熟知的作品，应该是2010年的《成俊馆绯闻》。他饰演配角文在信，在剧中他和宋仲基饰演的男二碰撞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两人还斩获了 KBS 演技大赏史上第1对男 CP 奖。从10几岁到20代初期的刘亚仁，面对许多片约的不期而至，他的人生关键词却是迷茫。在2011年电影《少年晚德》的宣传采访中，刘亚仁自述这段迷茫时期给他带来的手足无措，在对工作和社会毫无认知，连自身身份认同都尚未确认的情况下，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之后的几年，刘亚仁主演了结局为了观众好大一坨的电视剧《时尚王》，以及魔改韩国历史的爱情剧《张玉珍为爱而生》。2部剧的剧本真是各有各的槽点，但刘亚仁的演技始终可圈可点。在经历了接不到优秀剧本的多年沉淀后，刘亚仁终于迎来了厚积薄发的2014年。在接到电视剧《密会》的剧本邀约时，他正在美国赶行程。彼时他已经接受了另一部电影《老手》的邀约，拍摄档期相撞。但是面对《密会》女主角前辈金喜爱的强力推荐，以及姐弟恋匠人导演安盼熙的赏识，刘亚仁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尬戏。韩娱圈不比内娱，出于韩剧质量的考虑，演员同时主演2部戏一般是不被允许的，更何况是同时出演2部人设天上地下的角色。在向老手剧组协调道歉之后，刘亚仁全身心地投入到了2个剧组高强度的往返中，以及犯罪片和爱情片不同剧本人设的高强度切换中，贡献了他杰出的川剧变脸式精分演技。同时拍摄姐弟恋爱情剧《密会》和犯罪片《老手》，意味着刘亚仁上午还在揣摩贫穷艺术生的纯善，下午就要演绎反社会嗑药成瘾的财阀3代。
在拍摄老手时，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柳承晚导演在编写赵太武这个反派财阀人设时，参考融梗了大量现实中霸凌平民的韩国财阀子弟，如 SK 家族拿棒球棍殴打抗议劳工的崔哲元，和乐天家族犯下暴力、吸毒、辱骂、殴打醉驾驾驶的恶少辛东学。从整个项目立案到最后上映，老手遭到许多极右亲财阀势力的干扰和恶意抹黑，这也造成了柳承晚导演在寻找饰演赵太武的演员时非常不顺。他邀请了许多当时韩国的一线小生，但出于各个方面的考虑，许多男演员要维护形象而拒绝出演。最后，这个被无数人拒绝的本子来到了刘亚仁这。导演出于维护演员人设的考虑，询问他要不要把赵太武这个极恶的角色改动成一个多面的，甚至有自己苦衷的恶人角色，但是遭到了刘亚仁的回绝。刘亚仁直接提议将赵太武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更好。虽然在事后采访时，刘亚仁回忆，相比于演纯恶人，还是爱情剧密会的愣头青小伙子善仔演绎起来更加的轻松。但他本人为了演好一位音乐天才，也是受尽了折磨。剧中出现大量弹钢琴的镜头剧情，虽然最终成片的音乐是由专业钢琴家的演奏音轨覆盖上去的，但是让一个古典乐小白对手型也令人头痛。为此，刘亚仁参考了大量钢琴家的演奏视频。功夫不负有心人，密会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当时来自星星的你的韩流余威中打出了自己的话题度。而次年上映的老手也取得了1300多万观影人次的成绩，位列韩国2015年度票房冠军。接住电影老手的大爆接力棒的另一大杀器，则是其主演的古装电影《私道》。这回刘亚仁接的还是别人挑剩下的本子，从因档期无法协调而拒绝了世子这一角色的金秀贤那儿接了漏。在2015年的宣传采访中，刘亚仁提到自己早已翘首以盼《私道》这部作品，认为《私道》是他这一路走来的巅峰之作，甚至表示为此准备了12年。这个12年并不是说他特意为了角色练习准备了12年，而是认为世子这个角色的不安、阴郁以及情绪起伏非常的贴合自己的青春时期。他甚至评价道，私道就是我一直以来想塑造的角色的终极版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刘亚仁给自己下的诅咒，因为私道里世子最后被幽禁致死在了米缸，也是非常贴合刘亚仁之后堕落的剧情，以及目前被韩国公检法不断拷打的境遇。2015年10月，刘亚仁出演历史剧《六龙飞天》，饰演朝鲜王朝太宗李方远。该剧主角的年龄人设跨度非常大，而刘亚仁也是不负众望的，很好的消化了各个年龄段的李方远。2015年，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全盛时代，甚至韩媒称这一年代为雅人时代。老手让他名利双收，私道斩获青龙影帝，六龙飞天助其收获百奖视帝，韩圈路人也开始称他为人帝。当一个演员上剧频繁且接连出演爆剧的时候，总会被人称为资源咖，但很少有人把刘亚仁划到资源咖一列。从他经常捡漏别人的本子就能看出，他其实并不是钟武路选角的第一顺位中。钟武路虽厚爱师德男艺人，有争议的男演员，但刘亚仁在嗑药塌房之前的争议和钟武路老叔们抱团的整体调性背道而驰。首先是他本人极爱玩社交媒体，讨论社会时政，针砭时弊。其次是他非常爱讨论女性主义议题，曾因此在推特上和网民展开骂战。三是他本人飘忽不定的性取向之谜。四是因骨肿瘤免服的兵役，成为韩男们攻击的对象。五是韩媒批评他为何在疫情初第一个跳出来为武汉加油，却对自己的家乡大邱的疫情爆发保持沉默。愤青、打拳、通讯录、不服兵役、不爱国，这5项帽子扣在刘亚仁身上，个个都是能上升高度的指控。这也当然为他吸引了大批真性情粉丝以及外国路好。但是对于钟武路顺性别主流来说，这就是4重 debuff， 足以将他排斥在主流电影体系之外。尤其是第3点，取向之疑云已经伴随了刘亚仁多年，从被中国粉丝目击先是在上海某彩虹吧，到近几年 ins 上抛出的亲密男性友人合照，可以看出基本上他对此争议已经公开化透明化了。慢着，如果大家称呼有丑闻的年轻男艺人为小灯、中灯的话，刘亚仁这种要怎么称呼呢？彩虹灯吗？2018年，李沧东导演的作品《燃烧》上映，刘亚仁在片中饰演一位生活窘迫却怀揣作家梦的乡下青年李宗秀。该片受邀参加第71届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并拿下场刊最高分3.8分。2020年，为了给小成本独立电影生源，刘亚仁几乎在没有片酬的情况下出演了电影《无声》。为了演好身处底层又笨手笨脚的黑社会清道夫形象，他为角色增重了15公斤。此片出，他再次斩获青龙白响影帝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主。
在20年的从业生涯中，这位中五路蓝筹股被韩媒评价为不是单纯的去用演技来承担角色，而是通过角色来创造自己的演员。这个评价过于一针见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刘亚仁塌房之后，很多感到疑惑、震惊或者惋惜的韩圈人开始回溯他之前的角色经历。观众不理解他到底是神志不清到分不清虚拟和现实，还是把那些癫狂、敏感、负面的角色当作生活的宣泄口。但是无论如何，戏外的陨落终究让他完成了戏剧人生荒谬且具有批判性的闭环。2023年2月8日，刘亚仁涉嫌滥用麻醉管制药品异丙酚的新闻被曝光。随后，其经纪公司 UAA 华贵道歉，承认刘亚仁自2022年底开始就因涉嫌违反药物管制法被韩国警方调查。事件起初并未引发非常大的舆论。首先，刘亚仁的精神状态一直飘忽不定，从参加综艺《我独自生活》就能看出，即便他一个人独处，人子有时候还是突然神经刀。其次，滥用管制药品已经成了韩国由上至下的社会性问题，不仅名人上流们源源不断地翻车在牛奶身上，普通阶层的人们面临生活的压力，也会滥用各种减肥类、助眠类处方药。如果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状，那汉江江水某药物浓度超标也不会成为互联网热梗，经典永流传。就当韩国人以为刘亚仁应该跟之前翻车的名人差不多，象征性的罚款、道歉、暂时隐退，再复出一条龙时，他直接给观众展示了一手什么叫科学奇观和化学养蛊。同年2月24日，韩媒跟进报道，刘亚仁除了异丙酚大麻检测阳性之外，在他体内还发现了一种不明的麻醉物质成分。除此之外，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还补充到，他一共注入了约4500毫升的麻醉药品，共200次。就拿常见的益生装牛奶对比一下，他大概是一共摄入了4到5桶的水平。随后，刘亚仁以涉嫌人的身份被送检，等待调查。而他的经纪公司还在挣扎，表示我们亚仁滥用麻醉并不是有心之举，而是他有针头恐惧症。23年3月，韩国警方又在刘亚仁体内进一步检测出了可卡因和 K 某粉的成分。在传唤了为他提供注射的医院工作人员之后，医生表示他们会将麻醉和 K 某粉混合，减轻呼吸不畅和意识下降的副作用。合着这回是以毒攻毒，负得正是吧？整个23年上半年的剧情走向就是，每隔一阵子，韩国检方总能从刘亚仁那检测出一种新的毒品成分，多数为药物管制品，加在一起一共有7、8种，里面有些成分在民风开放的欧美也被列为最危险的毒品。新闻看到最后，网友感觉自己在学化学知识。至此，半岛毒王已经淬炼成功，人帝拿自己的身体当炼丹炉，被网友赋予了新称号——鸦人、毒人。2023年5月，警方对刘亚仁进行了2次传唤，并且扒出了他的嫌疑同伙，其中一位艺术家 A 某，就是之前频繁出现在他 ins 上合照的男性友人崔汉乐。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崔汉乐与刘亚仁的共处存在矛盾，并且两人均否认嫌疑。于是同一时间，刘亚仁曾试图帮助男性友人崔汉乐畏罪潜逃这一词条迅速登上热搜。那段时间，频繁出入警局的刘亚仁也成为了媒体围追堵截的对象。可能是因为戒断反应以及深陷舆论漩涡中疏于外貌管理，他本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肿，头上也多了很多白发。很可能是影帝天生的镜头感，抱着必出神图的决心，记者还拍出了几张电影感警察局问讯的照片。2023年底，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暴力犯罪搜查部以违反麻醉管制药品法，以教唆熟人吸毒的罪名起诉了刘亚仁。随后，韩国检方和刘亚仁的律师团展开了数轮法律攻防战。一审，刘亚仁被判罚有期徒刑1年，200万韩元罚款，但韩国检方认为惩罚过轻，提起上诉。二审结果没有遂检察官的愿，缓刑2年，刘亚仁被当庭释放。得知消息的韩国媒体立刻撰写了多篇刘亚仁即将卷土重来的复出文章，表示他和李秉宪的围棋题材电影《胜负》将如期上映。但是韩国检方并没有善罢甘休。2月20号，韩国中央地检宣布不服刘亚仁一案2审的结果，将上诉至韩国最高院，宣告刘亚仁短时间内复出无望。在此期间，又一位30多岁的普通男子跳出来指控刘亚仁曾对自己实施侵犯，但后来以证据不足结案。总之，刘亚仁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他的失足行为也给身处的剧组带来了大量的麻烦。电影撤档，拍好的电视剧需要请编剧回来改写故事线，另起炉灶；剧情需要重新请演员补演。从刚释出的电影《胜负》的预告片来看，刘亚仁仅背影出镜了4次，似乎本片被重新剪成了李秉宪一个人的大男主角。他最后能不能复出，有人说只是时间问题，但我觉得很难说。中五路男演员的滤镜能够对抗韩国公检法的死磕到底吗？
刘亚仁这番以身体养蛊的丑闻，可以说是突破了生理和人伦的极限，在韩国娱乐史上算是前无古人的连环塌法。对此，我作为一个前粉丝，只想说，别付出了，人子，回家吧。我真的不想在荧幕上再看到你这张脸了。搞好身体是曾经的粉丝对你最后的忠告。之前每次盘点失德违法艺人的时候，总有人会说，这些在欧美资本主义那些都不算什么事。但是请睁大眼睛看一看，你现在身处何地？家中体内有药物残余，事后被人议论纷纷，谣言频出，生前被果断查出，干涉及时，接受法律制裁，这种塌房法则还更为体面一些，至少能保证人还活着。某些粉丝口中的无所谓，也只是因为新闻上那些逝去的案例不是他家哥哥，而是普通人或者别的明星们。再者，人从来都不要轻易尝试和自己的欲望做对抗。我们连最基本的熬夜、奶茶、垃圾食品、电子产品这些伤害程度较轻的玩意儿都不能戒掉，难道还能指望自己戒掉那些更容易上瘾、损伤加倍的某种物质吗？真是搞笑。好啦，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后面还会连更中五路老登文学，感兴趣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哦。我们下期见吧，拜拜。